好，我們今天來聊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話題。在現在這個 AI 算力就是一切的時代，我想你我都知道，有一個名字，它幾乎就等於是整個市場，那就是 NVIDIA。但是你有沒有想過，如果這個看起來堅不可摧的一切晶片帝國，它的根基其實是建立在一種根本性的低效率之上呢？今天呢，我們就要來深入看看一家來自南韓的獨角獸公司 Furiosa AI， 他們是怎麼發現這個破綻，並且試圖從根本上來挑戰這個遊戲規則的。首先，我們當然要承認現實 ，NVIDIA 真的不是開玩笑的。它憑着超強的 GPU， 還有那個幾乎無人能敵的 CUDA 軟體生態系，已經建立起一個名副其實的算力帝國。不管你是大型的雲端資料中心，還是頂尖的研究機構，基本上所有重要的 AI 任務，通通都得跑在他們的硬體上。這就是他們現在的地位，一種絕對的主導。但就是這個但是，讓整個故事變得超級有趣。這個問題就是挑戰者眼中的那個黃金機會，它等於是在暗示我們，在這個龐然大物的盔甲底下，可能藏着一個致命的弱點。所以你看，這場戰爭的關鍵，可能不是去打造一顆更快的晶片，而是從一個全新的角度，去重新思考運算這件事的本質。好，那到底是誰看到了這個機會呢？我們來認識一下這場挑戰的主角 Furiosa AI 的創辦人 Jung Park。你要知道，想挑戰一個像 NVIDIA 這樣的巨人，光有勇氣是絕對不夠的。你需要的是一種別人看不到的、極度深刻的洞察力。你看看 Jung Park 的履歷，就知道這一切都不是偶然。他在三星的經驗，讓他對記憶體這種最底層、最關鍵的零件是怎麼運作的了若指掌。然後他又去了 AMD， 親手去摸 GPU 架構，搞懂了它的優點，當然也看透了它的極限在哪裡。就是這兩種經驗的結合，給了他一副獨特的 X 光眼鏡，讓他看穿了現在 AI 運算裡面那個大家一直都忽略掉的根本瓶頸。這句話我認為完美地總結了 Furiosa AI 的核心精神。他們從一開始就很清楚，如果跑去跟 NVIDIA 的 H100 硬碰硬去做 AI 訓練，那簡直就是以卵擊石。所以他們選了一個更聰明，也有更有潛力的戰場，那就是 AI 推論。說白了，就是怎麼讓那些已經訓練好的超強 AI 模型，能夠真正便宜、有效率的在我們的日常應用中跑起來。好了，現在讓我們來深入挖掘一下 Furiosa AI 看到的那個根本性的低效率到底是什麼？這也是他們整個技術架構的基礎。這句話可能就是整個故事最核心的秘密。大家都在比誰的計算能力更強，但卻很少人去想，在傳統的 GPU 架構裡，有超大量的能源和時間，其實都浪費在搬資料這件事上。這就像什麼呢？就像你開了一家超級餐廳，請了全世界最快的廚師，結果你的食材庫房蓋在3公里外。那你想想，廚師大部分的時間跟力氣，是不是都花在跑去倉庫拿東西的路上了？根本不是在做菜嘛。OK， 你看這張圖，就一目了然了。左邊的通用 GPU 就像是那個什麼都要做的廚房，為了應付各種菜色，它的設計就沒辦法避免廚師要一直跑來跑去搬東西，這不止浪費電，還會產生一堆熱。而右邊 Furiosa AI 的晶片呢，它從設計的第一天起，核心理念就是讓資料盡量不要動，等於是直接把廚房跟倉庫蓋在一起。它從物理層面就徹底解決了這個效率問題。那他們的秘密武器是什麼？就是這個聽起來很複雜的張量收縮處理器 TCP。但你別被名字嚇到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個高度專業化的眼科手術團隊。通用 GPU 像是什麼都看的全科醫生，但這個 TCP 呢，它只專心做 AI 模型裡面最核心、最常做的2件事：矩陣的收縮與擴張。
簡單來說，這就像 AI 在思考的時候，需要不斷地整合資訊、收縮，然後再發散聯想、擴張。TCP 架構就是專門為這兩個關鍵動作打造了一條超跑等級的專用通道。好，有了頂尖的技術武器還不夠，你還得有聰明的戰術，才可能在 NVIDIA 這個巨人面前活下來。而 Furiosa AI 採用的正是一種非常經典的非對稱作戰，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從側翼發動攻擊。他們的策略真的非常聰明，主要有3點。第一，場景鎖定，他們不求在每個地方都打贏，而是要集中火力在幾個特定的高成長市場，比如說資料中心的推論應用，做到沒人可以替代。第二，強聯手，他們跟 LG 的合作不只是發新聞稿而已，而是真的把晶片丟到真實超大規模的模型裡面去進行壓力測試，用實戰來證明自己的價值。最後也是最關鍵的軟體民主化，他們很清楚 NVIDIA 最大的護城河就是 CUDA， 所以他們努力讓開發者可以非常輕鬆地把模型搬過來，大大降低了大家跳槽的門檻。所以你看，他們策略的精髓就在這裡。他們要創造一個 NVIDIA 可能看不上或者懶得投入資源的利基市場，然後在裡面建立起自己的根據地。只要他們能在某一個領域成為效率最高、成本最低的選擇，那他們就贏得了生存和發展的空間。好，講到這裡，我們把鏡頭拉遠一點。其實 Furiosa AI 的崛起，它不只是一家公司的故事，它代表的是一個更宏觀、更巨大的產業趨勢。我們正在從一個通用運算的時代，快速地轉向一個專用運算的時代。過去我們習慣用 GPU 這種碎石刀來解決所有問題，很方便，但不是最有效率的。但現在 AI 應用越來越普及，市場發現，如果我為了某個特定任務，比如 AI 推論，卻設計一個專門的工具，它的效率和成本遠遠不是那把萬用的碎石刀可以比的。這個轉變的長期影響會非常深遠。它代表什麼？代表遊戲規則要變了。AI 晶片的未來不會再由一家公司、一種架構壟斷，整個市場會變得更多元，競爭會更激烈。那對我們企業用戶來說，這當然是天大的好消息，代表我們未來會有更多選擇，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找到最划算的方案。這對整個產業的健康發展絕對是正面的。這句話，我想為我們今天的分析畫下一個最完美的句點。Furiosa AI 的故事告訴我們，在科技這條賽道上，要挑戰巨人，方法往往不是做得更多，而是做得更聰明。真正的革命，可能就來自於對效率這2個字的重新定義。下一個時代的贏家，不會只是那些擁有最強算力的人，而是那些能讓 AI 的智慧用最低的成本、高的效率，真正在我們生活中落地實現的人。